你们不能伤害青铜树，他不是妖怪。哪来的小刁民，胆敢阻拦本官除妖？再不让开，老子连你一块砍了！安南大旱，乃树妖所为，不能再耽搁了，不然你们全都得死！小叶，你快让开，别挡着大人除妖。少叔，青铜树不是妖，他庇佑过我们村所有人啊！拉开他！你不识抬举！不要，放开我！且看妖物现形！小子，你给我老实点！这是下雨现场。好了，树妖已除，此间事毕，贫道告辞。兄弟们，我们也回吧。散了，树妖已经被斩了。村子水井从未干过，山泉也一直有啊，这算什么害？你在质疑仙长？他们没良心！明明你庇佑了那么多人。娘，言儿，我在树下埋了一块保命玉佩，玉佩中有我记录适合人族修行的功法，你醒来后记得挖出来参照修行。娘只能为你做这些了。娘，别走！修行之路善恶难辨，不要轻信任何人，早日筑基，方有自保之力。老道，我记住你了。落霞洞，娘，你是在为我指路吗？现在关注我的人太多了，还是过一阵再去吧。师叔，这便是那千年树妖的精元。有了此物，化神之境已在我掌中。走吧。娘，我一定会好好修行，为您报仇。3个月了，娘留在玉佩里的功法很简单，但我能感觉到体内确实有一股暖流。功法上说，距凝气境还差得远，时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。娘，又指向后山落霞洞的方向。那个洞我小时候去过，除了潮湿和蝙蝠什么都没有。但娘不会无缘无故指向同一个方向。玉井总比没有强。不对，之前来的时候这里全是杂草。血印不是村里的草鞋，修士吗？灵脉，他在抽取灵脉灵气。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，那就别想走了。还能躲，反应倒是不慢。不过，找死！
我赢了。小火球术、影术、小土遁术、小水疗术，五行齐全。出去再说。这就是凝气1层。嗯，亮了。100年了，终于有人激活了那块登仙令。去查，持令者何人，身在何处，修为几何？遵命。有意思。修行者，而且是大宗门的人。你就是持令之人。大胆！长老问话，为何不答？不过一孩童，莫要在意。老夫玄清，青云宗内门长老。100年前，宗门先辈在此地留下登仙令，凡激活此令者，可入青云宗修行。青云宗这样的大宗门，不对，天底下没有白掉的馅饼，有，那多半是陷阱。可我没得选。上来。这就是修行者的世界，我要留在这里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。你就是那个激活登仙令的人，看着也就凝气期吧。100年出一枚登仙令，这人什么来头？管他什么来头，根骨好才是真的好。测灵石搬来。将手放上去。下品木灵根，一辈子能到筑基就算万幸。100年才出一枚登仙令，竟便宜了个废物。喂，回去种地吧。登仙令乃宗门至宝，承载先辈遗志，责任重大，自然不可由资质低劣者持有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，孩子。把令牌交出来吧。快交出来吧！这么大的责任，你怎么担当得起啊？凝气1层对内门长老，不要轻信任何人。烦请长老收好。陆元白，天灵根入门3月已至凝气5层，登仙令交由你保管。是，谨遵长老教诲。你既入了青云宗，总要为宗门做些事。赤焰矿方缺人手，便去那里报道。是。这小子身上可能还有其他宝物，给他找点麻烦，最好让他自己交出来，自觉滚出宗门。长老放心，属下明白。乡野村夫既无师承又无资源，如何能到凝气1层？其中定有其他机遇。又来一个废物。废矿18号归你了。规矩，1个月交1块赤焰晶石，交不出来，滚出青云宗。18号矿道3年没出过赤焰晶石了。这是母亲给我的东西，以前只当护身符，可这些天她在落霞洞帮我挡了一击，现在又莫名发热。明天进废矿18号好好探一探，先活下来，再想其他。之前的人没少在这里下功夫，但确实没有一点赤焰晶石的痕迹。赤焰晶石
就在岩壁后面。没有伦理波动，但护心玉佩不会骗我。这石头硬度远超普通岩层，之前的人挖了3年，竟然没往这个方向挖。你真去18号了？嗯。里面什么情况？空的。唉，我就说嘛，3年了，之前那几拨人连根金丝毛都没挖出来。你1个月后交不出东西，赵管事肯定把你赶走的。嗯。18号，过来领这个月的口粮。下个月这个时候再来领，中间饿了不负责。喂，你不在这儿吃？不饿。赤焰晶石就在那面岩壁后面，全部挖出来，然后呢，卖给赵虎，拿去断魂房。燕儿，记住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碎。那时候不懂，现在懂了。有些凿痕已经很浅，被矿尘覆盖；有些还很深，边缘锋利。又在发烫了，比上次更清晰。先做个记号，如果3天后没人来过，再动手。这层岩壁硬度很高，但并非不可攻测。防御符箓只能击挡凝气初期的全力一击，聊胜于无。无数10颗，按市价，1颗值10枚下品灵石。品质比预想的还好。废矿18号。是。这个月产出1颗。是。行，下个月这个时候再来领口粮。好。废矿18号，3年没出货的地方，忽然冒出赤焰晶石，有意思。废矿18号？赵虎那边上交了几颗？1颗。品质不错，比矿坊日常收的货色好1成。什么价？市价10枚下品灵石1颗，我给你13枚，4颗52枚。你这货源能稳定吗？看情况。需要什么东西可以找我，符箓、丹药、法器我都有路子，价格公道。对了，赵虎最近在打听废矿18号的事儿，跟外面的人接触过，你小心点儿。多谢提醒。52枚下品灵石，赵虎已经开始调查了，时间不多。行，下个月再来。鞋底纹路很新，没有磨损，刻意放轻了脚步，但浮土的纹路骗不了人。有人已经跟进来过了。饵已经放下了，就看鱼上不上钩。这是赤焰晶玉，哪怕只是碎片，价值也超过10颗完整的赤焰晶石。如果是一整块，林燕，你到底藏了多少好东西？来了，脚步频率恒定是常年修炼的习惯。赵虎，你终于来了。果然在这儿。赵管事，找东西。你一直在这儿等你。等我？
一个宁气初期的废物等我！哈哈哈哈哈！正好，省得我再找你。把赤焰精玉交出来，我可以留你一条活路。最后一次机会。你话太多。防御符箓，一个下品灵根的矿工，怎么可能？什么？小畜生！人呢？结束了。你怎么可能？贪我的东西，当然要付出代价。300余颗下品灵石，80多颗赤焰晶石，还有筑基丹丹方。让所有人以为是他跑了。听说了吗？赵虎跑了。真的假的？大管事黄天霸派人搜了，赵虎私藏的矿石全没了，矿道里还有逃跑的痕迹，定论了携款潜逃。没想到赵虎那家伙胆子这么大。宁气中期还不够，赵虎只是个开始，黄天霸那边恐怕不会这么轻易放下。新管事来了，身后那个是黄天霸的亲卫吧？刀柄上有暗纹。你就是林燕，听说你运气不错，废矿18号都能出货。从明天起，你去显矿3号，那边矿脉复杂，正需要你这种有经验的矿工。显矿3号，那地方进去10个人，能出来的不到3个。去就去。嘿嘿，张管事，这林燕确实老实，干活从不偷懒。显矿3号那地方，上个月塌了2回。对了，显矿3号的规矩和废矿不一样，每月上交3颗赤焰晶石，少1颗扣半年口粮。3颗，废矿才1颗，这不是吊岗，这是逼人去送命！燕哥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我刚给张管事送茶的时候，听见他跟那个打手说话。他说显矿3号里面最近出了个怪东西，好几个矿工碰到之后就再没出来过。怪东西？张管事让打手别管，说正好当筛子用。还有一句没听清，好像是什么活矿。对，就是这2个字。张管事听到这2个字的时候笑了，说值大价钱。活矿？从未在任何矿房典籍中见过这个词。显矿3号里到底藏着什么？燕哥，你小心啊！规矩都清楚了，进洞，挖够3颗赤焰晶石才能出来，工具自己领，水和干粮带3天的量，倒下了自己负责。矿房可不管善后。管事，里面到底啥情况？上个月进去6个，就回来俩。怕了就别进来。废矿18号的坑还空着，随时欢迎。声音是空的，固定的楔子没打牢。3处陷阱，张奎提前布置好了，不是针对所有人，是针对我。管事，我好像在北边那个小支道里摸到一点不一样的纹路，矿石颜色深，发暗红，不是普通赤焰晶石那种亮红。哪儿？就第3根支撑木过去10来步，侧壁上，我不敢确定，也不敢乱挖，想请管事给长长眼。带路。干得不错，这事儿我知道了。你继续挖你的，别声张。是。鱼上钩了。小林，还没收工，矿脉找到了？什么？你一个宁气初期的矿工，怎么可能？黄天霸不会放过你，他没有机会了。
火教大法的修炼法门，以自身灵力为引，凝聚火属性灵气，形成高温灵力冲击波，威力远超普通火系法术。简易陷阱，伤不了高手，但足够制造混乱，拖延时间。哼哼，你身上有战斗的气息，很淡，但瞒不过我。帮我散布一条消息。什么消息？废矿18号地下300尺处发现了赤焰精玉矿脉的迹象。你疯了！赤焰精玉那东西一旦传开，来的可不只是黄天霸，整个黑石城的散修小势力，甚至我知道，我就是要他们都来。这不再是解决一个张奎了，这是一场赌局，赌你能把所有人都变成你棋盘上的棋子。所以，你来找我这条老泥鳅，是想借我的手把水搅浑。消息我可以放出去，但水浑了，鱼可不一定听话了。你好自为之。那一战的灵力消耗到了极限，又在极限中被强行拉扯、压缩、回弹，这种反弹反而成了催化剂。凝气、中气，巩固了，不止巩固，灵力比之前厚实了一整层。够了，至少够应付接下来的局面。灵力拆分成3股，分别注入3条不同经脉，在交汇点同时引爆，任何一股偏差超过1成就会反噬。第2股灵力就开始不稳定了，差得远，但方向有了。等黄天霸来的时候，我手里不能只有爆裂符。听说了没？废矿18号地底下挖到了不得了的东西。赤焰精玉？扯淡吧，那东西10年难遇一回。我也不信。可矿坊那边最近调了好几个人去18号，你不觉得奇怪？燕哥，外面都在传18号发现了好矿脉，好多生面孔往这边来了。什么样的生面孔？有穿黑衣的，腰上挂着牌子，看着挺凶；还有几个文质彬彬的，拿着扇子走路鼻孔朝天，像是哪家商号的人。还有呢？对了，今天早上我去后厨领米的时候，看见黄天霸的轿子停在矿坊大门口，轿帘没拉开，但旁边站了4个人，个个腰杆挺得笔直，身上那种气比张管事还重。4个随从，个个至少凝气后期。黄天霸亲自来了。哪个是林燕？小的林燕，见过黄管事。18号的事是你报上来的？回管事，小的在18号采矿时偶然发现了异样矿脉，不敢隐瞒，立刻上报了张管事。张奎，他在哪儿？小的不知。张管事3天前说要亲自去18号查验，之后就再没见着。带路。皇爷，让属下进去探探。矿脉在哪一层？最深处，往下走大约2刻钟，过了第3个岔渡口就能看到。矿脉分了3条支线，小的只敢看一眼就跑出来了，没敢碰。你倒识趣，主动献宝带路，本管事可以给你留条命。多谢黄管事。这里分出2条，左边那条走到底，墙上全是红色矿纹，右边更窄，但矿石品质更好。张管事上次就是从右边带了样品回去，最大的矿脉在最深处。刘三，左边；陈福，右边。我走主路，你跟我。是。什么声音？可能是矿道塌方，支撑木朽了很久了。陈福，刘三，你，好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我是不会被人随意拿捏的东西。内讧，为了分矿脉的力，自己人打起来了，何苦呢？小林啊，你在显矿3号辛苦了，正好副矿8号缺人手，你过去吧，待遇翻一番。多谢楚管事。凝气中期到筑基，天堑之上，巧已大好。林燕，
有意思。去查一个人，赤焰矿坊林燕。焦味太重，火候过了，但灵草的药性还没完全散，问题出在最后收获。奇怪，灵草里每一缕药力的流动方向，都清清楚楚地印在我的感知里。灵草自己在告诉我。小灵丹，上品。灵石已经见底了，矿坊的月俸全部投进去也不够。你最近买的灵草品类越来越杂了。丹顶阁的人最近在查大宗采购灵草的记录，你每个月的采购量已经排进前10了，太扎眼。我会注意的，多谢。采购量拆成3份，单看任何一个渠道，数量都不算离谱，但我需要的高品级灵草只有丹顶阁才有。要什么？3阶灵草，赤血藤2株，火灵芝1株，九转草3株。你确定？3阶灵草单株起价50灵石。确定。等等，你是哪个堂口的？赤焰矿坊。矿坊的？你一个挖矿的，买3阶灵草做什么？怕不是拿去浪费了？一个挖矿的跑来丹顶阁买3阶灵草，还真是矿坊的人啊！瞧那身衣服。3阶灵草有购买资格限制吗？没有。但我有理由怀疑你拿这些灵草去干什么。最近丹顶阁丢了几份配方，正在严查，谁知道你是不是偷了配方出去？偷配方，这可是大罪，不至于吧？但一个矿工买这些确实说不通。每一个把别人不当人看的人，笑起来都差不多。高师兄既然觉得我不配炼丹，敢不敢比试一场？哈哈哈哈！你说什么？你一个挖矿的要跟我比炼丹？你指定一种丹药，我当场炼，炼出上品你让路，炼不出我怎么来的怎么走。等着看笑话吧。当然是暴雪丹。暴雪丹，那可是3阶丹药，需要同时驾驭3种互相排斥的药力。唉，丹顶阁的正式弟子10个里面有8个炼不出来，能出上品的一只手数得过来。这是摆明了要让他难看啊！你若能当场炼出上品暴雪丹，我自己走出丹顶阁，永远不回来。好。他答应了，快去叫人！有人要当众炼暴雪丹！距灵纹的走向偏左，出火口略窄，起手的灵力输出往右偏2分。这一手摸炉的功夫不是学来的，是练出来的。这个头料间隔精确到半息之内，怎么可能？他到底练了多少次？这一步最凶险，控制不住的话，这个火候掌控的精度，我练了10年都没到这个水准。不可能！他一个矿工，怎么可能？开炉！上品，那两可是上品！你闻这个丹香，弄成这样，最少是上品，那颗暗金色的，接近极品。一个在矿坊挖了2年矿的凝气中期修士，用别人的炉子，当着上百人的面，半个时辰炼出了2颗上品，一颗近极品的3阶暴雪丹，这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不算，这不算，他肯定做了手脚，一定是提前准备好的。这人脸上的恐慌已经盖过了愤怒，想反悔对一个矿工来说，这事做起来不难。够了！萧长老，比试是你自己提的，想反悔，
丢的是我丹鼎阁的脸面。从今日起，逐出丹鼎阁，永不录用。小子，你的炼丹天赋是我见过最好的。跟我来，有些话单独跟你说。言儿，记住，不要轻信任何人。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，在矿房里，他救过我不止一次。你师从何人？没有师傅，自学的。嗯。你知不知道下品木灵根在炼丹上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这辈子修行到头了。但在炼丹这条路上，天花板比任何人都高。你先别急着高兴，我说天花板高，不代表你现在就能炼出好丹。今天那3颗爆血丹有运气成分。最后一颗我把炉温拉高了半成，逼出了药材残余的活性。这种手法确实不是每次都能成。哦，倒是有自知之明。明天开始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每天炼一种不同的丹药，药材我来提供，炉子随你挑。3天之后看结果说话。如果结果不好呢？那你回去继续干活。如果结果好，我收你做亲传弟子。行了，后院有客房，随便挑一间住下，早点休息。自学成才，这世道还真出怪物。5颗，4颗，上品。这一颗是极品。3阶氧气丹，极品。他凝气中期就能炼出极品。6颗，全部极品。我学丹8年，3阶木灵散最高才炼出过上品，他第2天就全极品。4阶筑基丹，师祖让凝气中期的你炼4阶丹。他说只需完成前3道工序就行。那还差不多。前3道工序是基础处理，不涉及核心凝丹。我能感觉到每一丝药性的流动方向。你要继续。第4道工序可是核心融合，以你现在的修为，别出声。这个药香浓度，他在做什么？师兄，上品筑基丹，凝气中期的修为炼出了上品4阶丹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木灵根对木属性药材的感知比别人强。筑基丹的主药是千年催心草，我能感觉到它每一丝药性的流动方向，只要顺着那个方向引导灵力，药性的损耗会降到很低。跟我来。你的炼丹手法里有野路子的痕迹。第3道工序和第5道工序之间，你有一个多余的翻火动作，正规丹师不会那么做，但你用那个动作稳住了炉温，还稳得很漂亮。这说明你是在没有标准丹图的情况下自己摸索出来的炼丹路子，对不对？实话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藏住这身本事？在矿房待了2年。言儿，不要轻信任何人。因为我有一件东西被人夺走了。等仙令。等仙令，谁夺的？玄清长老。继续说。在我刚入宗门第1天，玄清长老以事关责任重大，而我天资愚钝为由，当即将登仙令强行转赠他人。之后我被调入矿房，分到最偏僻的矿洞。每一次塌方都刚好发生在我的区域。好一个玄清，怀璧其罪，
登仙令不在你手上，反倒暂时保了你一命。那东西若还在你身上，玄清那边我会替你出面，但自己的路终究要自己走。我能护你一时，护不了你一世。你要变强，明白吗？我明白。跪下。拜师不跪，像什么样子？从今日起，我萧清玄护你周全。长生木春功专为木灵根修士所创，比你之前练的基础功法不知高出多少层次。从今天起换这个。这门功法别问哪儿来的，练就是了。4阶防御法宝银鳞甲，穿在衣衫之内，可当金丹初期修士全力一击。这么轻？轻才能保命，打不过的时候好歹要跑得快。清风剑4阶攻击法宝，剑如其名，够锋利。很轻，很顺手。木属性灵力和这柄剑契合度极高，好好用。这里面封印了我全力一击的力量，只能用一次，非到万不得已生死关头，不许动它，听见没有？师父，别婆婆妈妈的，去修行。长生木春功第1层先给我运转起来，有不懂的再来问。去。这小子倒是个好苗子。你若不是下品灵根，只怕早已筑基了。下品灵根，反倒让他被忽视了这么久。否则，以他的天赋，怕是早就被有心人盯上了。听说了吗？丹顶阁的萧阁主收了个亲传弟子。萧阁主这么多年不收弟子，怎么忽然？是矿坊出来的那个，叫林燕，下品木灵根。矿坊下品灵根？以前在矿坊看他灰头土脸的，谁能想到？萧清玄那老家伙。收他做亲传弟子，是，半天之内，整个宗门都传遍了。当初就不该留着他。萧清玄的亲传弟子，看来不能在明面上动手了，但斩草必须除根。燕兄弟啊，这份契约你看看，你负责炼丹，我负责销售渠道，利润3-7分，7成归你。燕兄弟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徐掌柜诚意我领了，让我考虑2天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燕兄弟慢慢考虑，不急不急。师父，登仙令的事怎么办？登仙大会100年1次，距离下一次还有不到1年。若要参加，必须从玄清手中拿回登仙令。我自己去要。你去要，他1根手指能把你按在地上。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。你只需安心修行，把实力提上去，能答应我吗？好。师父嘴上说的轻松，但玄清是宗门执法长老，背后有一整个派系，丹顶阁在宗门里的话语权。算了，师父说交给他，就先信他。20年了，你倒是好意思。完全重合，真灵上人的秘藏入口和登仙秘境入口是同一个地方，这意味着什么？登仙令，您怎么拿回来的？跟玄清做了笔交易，我替他免费炼10次4阶丹药，他把登仙令还回来，允许你参加登仙大会。师父，别说那么多废话，你现在唯一该做的事就是修炼。距离登仙大会还有3个月，你的修为得再往上冲一冲。火教大法大成了。 48个人进去，1个月内，理论上
最多只能活10个，甚至可能不到10个。超过10个，秘境大门不开，全部困死在里面。淘汰越多的人，登仙令等级越高。对，令牌会记录你的战绩，最后留下来的10个人里，令牌等级最高的那一个进入核心秘境，得到真正的大机缘，其余9个只能分尸残羹。往届的情况呢？上一届最终只活了9个，甚至这9个也差点全折在里面。那一届的第1名是天机宗的一个内门弟子，后来成了天机宗的副宗主。结盟的多吗？前期几乎都结盟，但名额最多只有10个，到最后盟友之间必将反目，所以真正的淘汰高峰不在前期，在中后期。盟友反目的时候，燕兄弟，我给你标了几个人，你得留神。第一个，柳成风，天机宗灵气圆满，擅长阵法和情报操控。第二个，赵恒山，天元剑宗，半步筑基，剑修。保命用的，服下之后可以在1炷香内将你的战力提升到筑基初期水平，但药效过后你会虚脱3天，完全丧失战斗力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。我记住了。进去之后不要当英雄，不要相信任何人的善意。为师知道此去凶险难测，但修士本就与天争命，为师只希望你能活着出来。林燕，你那张藏宝图带上。知道了。48个人，48条路。凝气后期巅峰也来，哪个宗门这么缺人？丹顶阁的炼丹的宗门嘛，能指望什么战力？那不就是送菜的？赵恒山，3个人站位是练过的，行武架势，硬碰硬的话，最难缠的一组。进秘境之前就在拉拢人了，借刀客果然名不虚传。登仙大会开！灵气浓度是外界的3倍不止。没有人靠近，不急，猎人不追猎物。你只需要守在猎物必经之路上。有人经过，灵丝断裂，我就能感知到。东北方向，灵丝断了。林兄的手艺不错，这些机关布得很有章法，但光靠这些在秘境里撑不过3天。我有个提议，不如咱们结盟，我有情报，你有陷阱，一起活下去，不好吗？一左一右刚好封住了我从树上跳下后的2个撤退方向。柳成风，绰号借刀客，他淘汰过的人，没有一个是自己动的手。一个以算计闻名的人，进秘境第1天就来找我结盟，为什么？好用还是好扔？刘某所选的盟友当为修士英杰，自然是与林兄一见如故，见猎心性。我只问这一次，林兄，这盟你是入还是不入？我习惯独处。林兄这是拒绝了。哼，合作没兴趣。那就祝你好运了。师傅给的宝贝得分批用。这里会是完美的猎场。字是不是小了点儿？蠢办法，但贪婪是最好的诱饵。灵丹真在这儿，快找，别让人抢先！我的腿！路怎么变了？第1个，别杀我！省点力气。
在石林里，我才是猎人。8级。灵丹是假的，但杂灵根是真的。宗门有令，活捉！小心陷阱。专门找我的，麻烦了。3对1，但这里是1对3。以上换伤，你疯了！出局！你以为能赢？躲什么？堂堂正正一战！在这里，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你输了。秘境存活者12人，超出限额，最终规则开启。12人，还剩这么多。天梯攀登前3名者可离开秘境。这东西在召唤我，前3名才能活，那就争第1。冰冷，灵力在往下坠，是天梯在出去脚下的灵力。不能分心，每一步都要灌注灵气，维持平衡。不对，以他的修为，不该这么慢。他在干什么？柳成风在后面用微型干扰术逼人坠梯，灵力波动极小，只剩8个人了。这是什么？灵力护体根本挡不住。不是灵力层面的压迫，它直接作用在肉身、筋骨、肌肉、骨架，灵力护体没用。将近1年的仙劳，没给我任何修为上的收获，但他把一副凝气期修士本不该有的筋骨，硬生生锤了出来。柳成风，他的肉身修为不是强项，护体挡不住这种压力，不如把灵力全部用来内收强化骨骼。灵力内收远比外放节省，对肉身的增益更直接。等仙令，等仙令不断修复重铸，12级令牌积蓄的全部能量，在此刻毫无保留的反哺于我。怎么可能？你的修为明明比我低，凝气期、凝气圆满而已，你凭什么？999阶，我的肉身被彻底重塑了。我的传承者，选择你想要的一切吧。太慢了，3年矿坑教给我一个道理：这世上凡是看起来全是好处的局面，一定有看不到的代价。药香浓郁，灵光流转，每一件都足以让凝气期修士疯狂。这是嫣儿回来了。幻术，诱人，太诱人了，全是饵。在满店虚幻的诱饵里，只有这一本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。你不再多看看吗？不必了。这些都是我的，我不会放手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有人出来了，一个，只有一个。48人入秘境，就你一个出来了。他的灵根在异动，灵根在碎裂，不是碎灭。是蜕变。这位小友，
老夫可否知道秘境中发生了何事？我青云门也想。48人入秘境，只出来你一个，说清楚，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让开！他是我的徒弟，谁要问话，等我徒弟灵根稳定完再说。萧道友，48人再不济也不能只出来一个，这里面若有蹊跷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弟子从中作梗？萧长老莫动气，我等只是想了解秘境内的情况，毕竟我青云门也有3名弟子在内。了解可以，但不是现在。像是一颗干瘪的种子被硬生撑开了壳。灵根还能进阶？稳了。站好。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48个人只活了一个，这叫运气。你把你弟子送进去试试。灵根蜕变后，丹田容量翻了近3倍，筑基的门槛就在眼前，差一步，但根基未稳，不能急。秘境的规则很简单，活着出来的人拿走一切。丹道总纲，这上面随便一页都够我少走半年弯路。好东西，但不能让人看见。这些是秘境里其他人的。飞剑2柄中品，单柄80灵石，铜盾一面下品30。这把匕首有点意思，介于中上之间，算你70。总共430灵石，扣我1成，到手387，3天内到账。小友，你那储物袋里的好东西，不如匀几件给老朽。你跟了我2条街。小友手下留情，老朽有眼无珠，不该。聚宝楼明天有场拍卖会，有人委托拍卖一份上古功法残卷，消息2天前才放出来。小友若感兴趣，老朽可以。滚吧！拍卖会的消息昨天就听到了，他只是替我确认了一下。年轻人，头回来，拍卖台上的东西不全在拍卖台上，有些好东西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。藏在看不见的地方，什么意思？找到了，缝隙里藏着东西。150灵石。哼，180。200。就转丹体功，以人为丹，以天地为炉，可将修士肉身锻造至法宝之间。记仇的人记着就是了。20年了，那蠢老东西还没死啊！丹王谷跟你有旧怨，几十年前的事了。倒是对面先是私信挑衅，又是请柬，冠冕堂皇。去准备吧，7天后出发。万丹神诀、9转丹体功、丹道体修2条路同时铺在脚下。到了丹王谷，有些人会认出我，他们会找你的麻烦。我当年炸了他们的主殿，炸了人家主殿，现在带我回去做客。炼丹如炼己，我好像有点懂了。火候、节奏、灵力把控，炼体和炼丹根子是通的。走。20年前那场炼丹大会，我输给了一个人，郭天纵，玄天宗的首席丹师，比我大12岁。那场比试我本该赢的，最后一炉丹成了，品质在他之上，但他买通了评判。比完之后，他当着300多号人的面说了句话。什么话？萧清玄，你这辈子只配给人炼下品丹，回你的穷山窝去吧。20年了。是萧清玄，20年没露面了吧？他怎么来了？听说当年他毁了丹王谷的主殿，被逐出去的。嘘，小声点。哟，
老萧还活着呢，这次又带了个徒弟来丢人。你就是萧清玄的徒弟，听说是穷乡僻壤出来的，给我祖父提鞋都不配。师傅在压怒气。郭姑娘口气这么大，想必炼丹技术了得，不如我们比一场，省得光靠嘴迎人。你跟我比？怎么，不敢？老萧，你这徒弟倒是比你有重。比吧。比什么？各炼100炉小匹类灵丹，品质高者胜。100炉？小灵丹虽然不算高阶，但连炼100炉，这对年轻丹师来说几乎是极限了。药材由丹王谷统一提供，品质数量一致，裁判由3位执事担任，各方宗门代表公正。比试开始。极品，极品，千石炉，炉极品。不愧是郭家的天才，10炉全极品，这稳定性太惊人了。上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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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果然差了一截啊！唉，小地方出身能有什么底子？胆子倒是大。100炉结束，让这小子当着全谷的人低头认输，最好动静大一点，大到整个丹王谷都能记住。郭离极品率超90%，林燕30炉全部上品，0颗极品。稳了。老萧，这小子已经很不错了。年轻人历练历练也好。万丹神诀的核心，火候的呼吸感，让灵火自然涨落，杂质自行剥离。纯度超出标准线3成，极品，极品，全部极品，每一颗纯度超出标准线3成。等等，他前面30炉是故意炼上品的。什么意思？故意？你看他现在的手法跟前面完全不一样，前30炉他根本没有真本事。上品。这手法我从没见过，是哪一派的秘传？林燕，100炉70颗极品，30颗上品，0失误，极品平均浓度超出标准线3成。100炉0失误，这不可能！小炼丹的极品率能到6成就算顶尖了。你看那纯度，比郭离的极品还高出3分。这小子到底什么来路？赌约结果已出，郭离姑娘，请履约。一个无名小子，来路不明，用的手法也来路不明，谁知道是不是用了什么旁门手段？这赌约算不了数。郭天纵，当年你赢了我，让我当众受辱时，可没说算了。今天这里你孙女不行，你来行也可以。赌约公正，双方自愿。郭天纵前辈，丹王谷的规矩您比我更清楚。哼哼，20年了。这种动作我太熟了，有人要动手了，小心！今晚紧接着点儿，别睡太沉。100炉，极品率7成，关键那小子才拜师不久吧？
萧清玄的新弟子叫林燕，我亲眼看见的。那火蛇舔着炉盖跳舞，他面不改色，单手结印，开炉的时候满堂药香，但闻金线缠了3圈。这小子怕是要上天了。谷里好几位长老都在打听他的来历。今晚回去把那3炉丹方的变形再推演一遍。是，师父。还有，这几天别落单，谷里人多眼杂，什么心思都有。弟子明白。新入门，极品率70%，这名气来得太快，对一个凝气中期、根基未稳的人来说，绝非好事。郭离，这种人不会善罢甘休。大会刚结束，谷中防守松懈，人员流动大，如果要动手，今晚就是最好的机会。如果我是他，我会选那个位置。来了，老怀方向，和我预判的分毫不错，逼他现身，留下证据。你怎么？郭师姐夜半造访，就是为了送我这根针。我教大法，全力一击！你竟敢！我竟敢什么？师姐深夜潜入我院中，以淬毒暗器偷袭，是想切磋，还是想取我性命？想走？林师弟，发生何事？有贼人偷袭，朝那个方向跑了。什么人？看清楚了吗？感觉到危险，下意识躲开了。对方实力不弱，一击不中就远遁了。这点痕迹，或许够用了。郭离，应该是，真是石谷子。他最后想用金元遁走，被我打断了。古寒风那个老东西，肯定是他指使的。郭天纵只是个脾气差的蠢货，做不到这个份上，也没渠道搞到石谷子。你今晚能躲开，是早有准备。猜到他可能会动手，大会上的事他咽不下那口气。你这脑子要是全用在炼丹上，早就突破凝气后期了。命比丹重要。也是，这事儿不会晚。郭离在谷里受了重伤，古寒风肯定要发怒，我们得想好怎么应对。兵来将挡，他先动的手，我们站理。在这丹王谷，古寒风的话就是理。不过你今晚做得对，没当场把事做绝，已经是留了余地。接下来就看他怎么出牌了。郭离逃走了，但事情才刚刚开始。昨夜贵客郭离遭袭重伤，本谷不能视而不管。谷长老消息倒是灵通，他行刺我弟子在先。萧道友，郭小姐说她夜间散步遭你弟子无故袭击，身上的伤便是铁证。她确实白日与小友有些口角，但也吃了教训。至于你说的什么行刺，证据呢？墙上裂痕，地面胶痕，还有本谷已派人查验过，墙上并无异物。连墙上的裂痕痕迹都能睁眼说瞎话。昨夜到天亮之间，有人动过手脚，换走了我的衣服，清理了现场，这不是郭离一个人能做到的。本谷给萧道友2个选择：其一，废去林燕修为，向郭家赔罪；其二，让林燕前往万魔谷执行一趟任务，将功赎罪。万魔谷，谷长老，那地方筑基期修士进去都是9死1生，你让一个凝气期的孩子……丹王谷的规矩，容不得外人挑3拣4。老夫直接跟他拼了！师父，在他的地盘上跟一个长老动手，我们一个都走不出去。与其在这里被困死，不如答应他。你，我去万魔谷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师父必须先安全离开丹王谷。你一个人去万魔谷？古寒风之前派过好几波弟子进去，一个都没活着回来。他开出这个选项，就没打算让我活。但如果他真觉得我必死无疑，就不会在意师父走不走。反正人已经进了万魔谷，跑不掉。你师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就剩这个了，能挡一次致命攻击。你一定要活着回来。
若你出了事，老夫拼了这条命，也绝不会让古寒风好过。师傅先走，我自己有分寸。万魔骨魔气虽能侵蚀普通修士经脉神识，但其本质是一种极端浓郁的天地元气变形。对修行九转丹体功的人而言，此魔气非但无害，反而是淬炼肉身的绝佳材料。别人的死地，我的机缘，前提是扛住魔气对神识的冲击，在淬体成功之前不被吞噬。此外，8人小队里，古寒风不可能不安插眼线。万魔谷真的能活着回来吗？这是什么味道？好浓的魔气！很疼，但没有排斥。果然如典籍所述，在这种浓度的魔气中，灵气中期的修士不可能反应这么小，除非他提前服用了抗魔丹药。古寒风的眼线，大概就是这一个了。别人的死地，我的机缘。魔气在侵蚀经脉，杀了他们所有人。是母亲的玉佩，刚才那些念头不是我的，是魔气在侵蚀心智。灵气中期不可能毫无反应，要么提前服了高阶丹药，要么功法本身就能抵御。无论哪种，都说明他与古香风的关系比表面看到的深。带上7个人，目标太大，还要提防那个眼线，不如独自深入，探清情况。走。既然这里的魔气如此浓烈，那就化害为用，用魔气来淬炼肉身。撑住，神识守住尸骸，不能让他趁虚而入。力量强了至少3成。9转丹体功第1转初步完成。3阶魔兽噬心珠，精神攻击对我没用。夹克太硬，正面破防不了。结束了。4阶妖丹远超预期。魔血真花找到了。4只3阶魔兽，强攻是找死，得想个办法。有了。9转丹体功淬炼过的气息，对万魔谷深处的魔兽来说，是最强烈的刺激。巨蟹没有完全失控，他在盯着花，得防着他。时机到了，就是现在。果然来了。杀！跑，不能停。到手了。燕儿，来这边，娘在这里等你。不是真的，母亲已经不在了，这是魔念制造的幻想。燕儿，你不要娘了吗？你不是他。传送阵！这是哪里？花拿到了。你是仙人？这里是哪里？
这里是大梁国天河郡石溪村。大梁国天河郡，距离青云宗恐怕不知有多远。仙人老爷，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不是，我遇到了些意外。意外？那您要喝水吗？村里有井。不用。最近的城在哪里？顺着这条路走，50里是镇上，再往南走80里是红叶坊市，那里热闹，什么都有。坊市里有修行的人吗？有，天元剑宗的仙人们有时会去那里采买。天元剑宗，仙人老爷，您能帮忙看看吗？村里最近不太平，夜里总丢人，2个月了，已经不见了20个，都是干活的壮劳力。怎么不见的？不知道啊，夜里睡下，第2天人就没了，门窗好好的，连村里的狗夜里也不叫，邪性的很。灵力不足，感知范围小得可怜。但那个方向，村外那片荒地有一丝残留的异常气息，阴冷粘稠，不是自然形成的，是人为的暗术。带我去村外那片荒地看看。就是这里。最近晚上，总有人看见这边有绿光。暗术炼制后的残留，在那儿待着，别过来。快了，再多1句就能凑齐阵法了。到时候去红叶坊市换1枚筑基丹。暗术傀儡，那些村民就是他的材料。从出手到结束不到3息。仙人，以后没事了，节哀。回去，我去叫村长，叫大家伙儿。不必。仙人，您要用些什么？我们让腿脚好的去镇上买。可否借一间房供我休整？借住几日，我会付酬劳。有的，仙人肯住是老汉的福气，哪能要仙人的酬劳？丹田空空，经脉干涸，此刻这副躯壳与常人无异，甚至还不如。常人至少没有灵力枯竭后的刺痛。这是我全部的家当了。这几天的食宿，聊表感谢。仙人大恩大德，哪能要仙人的东西？这点散碎银钱是俺们村凑出来的，还有些干粮，不值什么，是大家伙的一点心意。多谢。多谢仙人，多谢仙人。仙人留步。这是我们村老辈人传下来的，我们用不上，给仙人您看看，万一用得着。灵力印记已经耗尽了，就是块普通老玉。多谢。道友留步，看道友气度不凡，是过路的修士吧？我看道友孤身一人，风尘仆仆，是从很远的地方逃过来的吧？别紧张，兄弟是羽山关的巡修，奉命查战近日有无不法之人流窜此地。道友面生，可否出示一下身份凭证？没有凭证。孤身行走在外，连个身份玉牌都没有，道友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？实话说吧，我们兄弟俩驻守这破地方，苦哈哈的1年也见不着几个油水。道友你身上气息虽然藏得深，但还是能感觉到一点。自己把储物袋留下，里面的东西我们兄弟只取一半，剩下的还你。大家和和气气，各走各路，如何？你们2个是一伙的？废话，不是一伙的能一块走？他也是散修？是羽山关的，我们说重点。我们是散修，挂了羽山关的名头混口饭吃，只是想弄点零食，道友手下留情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。你们身后还有谁？没有，就我们2个。张雨行，你他娘的还看！朋友，好身手。在下张雨行，路过此地，听见动静，多看了2眼，误会，
都是误会。张雨行，你他妈闭嘴！我跟来就是怕他们两个蠢货出事，连累到我。你看，果然出事了。朋友，人你抓了，气也出了，这两人我带走，保证绝不多吐一个字。你我各走各路，如何？练气后期比那两个人强，不如何？朋友，何必赶尽杀绝？在这大梁国南边，路不好走，多个照应。你的地图交出来。看来朋友是真不打算善了。也行，那就土树符。灵力明明不强，怎么力气和剑上的锋锐如此骇人？我认输，朋友，东西给你，地图给你，别打了。迟了。比在石溪村买的粗略版本强了10倍。滚！要一份南剧详细域图，标注各大宗门势力范围和近期动荡的。另外，有没有玄阴石配件，需要能跨境通讯的？域图有，玄阴石配件嘛。最近天元剑宗查得紧，跨境通讯的玩意儿不好弄。不过老夫有些路子，客人要什么款式的？最轻便，传音距离3000里以上，加密的。域图一份，30下品灵石，玄阴石核心配件150下品灵石，一口价。客人若是往南边去，路上留意些，近日不太平，有寄货人在找一个背着古剑、穿青衣的年轻人，听说是从万魔谷方向来的。多谢提醒。天元剑宗，流光3剑，真是阴魂不散。前后包夹，他们注意到的恐怕不只是万魔谷的灵草。出城不行，灵力未复，应聘没有胜算，留在城里迟早被钉死。只剩一条路，在坊市范围内利用规矩和地形甩掉他们，或者逼他们先动手。阁下，买了东西，不急着走吗？急不急，与你何干？你从四海通出来，买了什么？心里没数？朋友，我们天元剑宗做事向来光明正大。你在坊市中购买跨境通讯法器，又疑似与近日万魔谷流出之物有关，我们需要请你回去协助调查。协助调查？在坊市门口，红叶坊市的规矩是摆设，规矩是死的。你若清白，随我们走一趟，自会放你离开。若你心里有鬼，这南门之外可就不是规矩能管的地方了。掌柜，关门。客官还没关门，现在。打烊了，打烊了，今日打烊！拦住他！阵法！洪峰的产业够了。流光3剑，在我红叶坊市门口撒野，给谁面子呢？洪峰楼主，在下奉宗门之命追究一名窃取宗门机密的逃犯，并非有意冒犯贵坊市。逃犯？此人方才在我坊市外围活动，便算踏入我红叶坊市的范围，既入我地盘，就是我的客人。洪峰楼主，天元剑宗想在我地盘动手，先问过我的剑答不答应。金丹圆满对筑基初期，我等必不是对手。洪峰楼主之资，在下领教了，但宗门的事不会就此罢休。滚！年轻人，我救你不是因为你，是看不惯天元剑宗在这里嚣张。听明白了？明白，多谢楼主。流光3剑回去后会搬救兵，你继续在这片地界晃悠，3天之内必死。往南走3000里有个碧水山庄，专做灵兽灵居生意，买一头飞行坐骑，
速度够快的话，天元剑宗追不上你。等等，你身上的丹香，淬灵散的底料配比，先投青莲子，后下紫芝粉，最后以冰蚕丝定型。这个顺序是萧清玄一脉的手法。萧清玄师傅的名字，从一个远在大梁国的访视楼主口中说出来。替我问他好，告诉他当年的事我还记得。什么事？师傅什么时候来过大梁国？跟这位楼主又是什么关系？3里外的矮丘后面，一道极淡的灵力波动，流光三剑走的方向恰好也是南面。那边有人，灵力波动虽淡，但瞒不过我。蹲点伏击还是巧合路过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避开。洪峰楼主说的对，这片地界不能多待。走出天元剑宗的核心范围了。灵感7天路，灵力消耗不小，驿站是公用的地方，进去补个水，不算冒险。站住！这笔账我迟早要跟他算。好你个小子，上次在聚宝楼竞拍的仇，我还没跟你算呢。风远，楼里有规矩，我动不了你。可这荒郊野外，看谁保得了你！风远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现在转身走出这道门，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。你还敢装？兄弟们，给我上，打趴他！那批丹方的钱，让他加倍吐出来！4阶，那是4阶防御法宝。宁气气的修士穿4阶甲，这小子什么来头？这位道友，在下只是受雇帮忙而已，跟您无冤无仇。你别过来！我错了，道友，我真的错了，求你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杀他，不值当。一个散修，动手反而惹出不必要的麻烦。但就这么放了，冯远这种人记仇不记恩，迟早又会跳出来找事。对你动手，脏了我的剑，但你若再出现在我面前，这位道友，欢迎光临碧水山庄，请问是要购置坐骑，还是寄养灵兽？速度最快的飞行坐骑，你们有什么？最快的，那得是我们庄里的风鹤了。3阶灵兽，日行万里，通人性，好驾驭，绝对是旅途首选。不过这价格嘛，5000灵石起步。不到2000灵石，差得远。你们庄主在吗？庄主？道友找庄主做什么？做笔生意。小道友说要以物易物，老朽做了30年灵兽生意，这种提法还真不多见。你打算拿什么换？我现场炼丹，庄主验货，品质满意的话，以丹抵价。现场炼丹，你这份自信倒是不小。什么丹？暴血丹。暴血丹，这可不是寻常丹药。我见过不少丹师炼这个，火候控制稍有偏差，就是一炉废料。寻常2品丹师成丹率也不过2-3成，所以我才说现场炼制，庄主亲眼验货，成与不成，一看便知。成，那就让老朽开开眼。9颗，全是极品。这道友，恕老朽冒昧，你师从何方高人？不方便说。
9颗极品暴雪丹，少说也值6000灵石，我只换1只风鹤，庄主觉得如何？成交。这只是我庄里品相最好的一青羽风鹤，3岁龄，正是壮年，通人性，脾气温顺，就是认主的时候有点挑。道友，后会有期，以后若再需丹药换灵兽，碧水山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。多谢庄主，后会有期。这是筑基前兆，万魔谷的能量积累，9转丹体宫的肉身蜕变，还有储物袋里那颗筑基丹，所有条件在这一刻同时到了临界点。这个过程一旦开始，就不可逆。3天之内，我必须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完成筑基，否则灵力失控，轻则经脉寸断，重则3天够了。再快些！这股牵引力，灵气的流向不会骗人，那里一定有灵脉节点。灵气浓度至少是外界的10倍。里面有光，看来别有洞天。自己至少有100年以上了。天机散人，这位前辈不知如今身在何方，多谢前辈留此洞府。聚灵阵尚可运转，灵脉就在脚下，这里就是我筑基的地方。4道预警阵，4道困阵，1道杀阵。筑基以下的修士靠近3里之内，我都能察觉。就算有人闯进来，困阵和杀阵也够我争取到拿剑的时间。接下来我要闭关，你在山顶守着，有人来就叫。好，等我出来。撑过去就是筑基。谢谢，娘亲。第9次了，臂杖碎裂了9次，重组了9次。最后一次，第10次。灵力的质量完全不一样了，凝气期是溪流，筑基之后是江河。凝气期的时候做不到这一步。玉佩，怎么？言儿，筑基之后去找你的父亲。娘，他在北荒苍穹。父亲，从小到大，娘亲从来没有提过。我问过，每一次他都沉默不语。我以为那个人早就不在了，或者根本不值得一提。娘，我爹呢？
别人都有爹。娘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爹到底是谁？他还活着，在一个叫北荒苍穹的地方。娘，你一直想告诉我，对吗？北荒苍穹，不管那是什么地方，我会去的。风鹤在警告，灵气漩涡就是从这里来的，方圆100里都能看到，里头一定有人在突破。筑基突破能引动方圆100里灵气，这可不是普通散修。管他普通不普通，刚突破的修士最虚弱，连路都走不稳。进去看看，若是落丹的正好。刚筑基成功的修士身上少不了好东西，筑基丹或许还有剩余，功法、灵石一样都跑不了。别废话了，快！一只畜生也敢挡路，滚！哼哼。刚筑基就有人堵门，来得倒快。那是我风鹤的羽毛。哈哈哈哈哈！哟，出来了！刚筑基完吧，脸色白得跟纸似的，腿还在抖呢。小子，识相的把身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！等等，这人的灵力波动不太对。你们伤了我的风鹤，就一只畜生，给你面子没宰了他！少废话，乖乖把……不对，这灵力厚度，它不是普通的筑基初期。我今天刚筑基，心情本来不错。你们非要来扫兴，那就别怪我，拿你们试试心境。